今天我们讲一个惊天大瓜，这就是爱泼斯坦罗利岛涉案名单。简单说，就是一名叫爱泼斯坦的美国富豪在加勒比海买了一个小岛，在岛上训练大量少女，供自己和上流社会享乐，其中有大量的还是未成年。震惊的就是被公布的大量涉案人员基本都是声名显赫的社会名流。首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始作俑者爱泼斯坦。这个人大学都没有读完，做了一名中学老师，不要看他学历一般，但是他还是很聪明，在数学和想象力上具有天赋。后来跑到华尔街闯荡，没想到没几年时间混成一个大富豪，并且创办了理财金融服务公司，没人知道他究竟是怎么发家的。你敢信？这样的人他每年还做了大量的慈善活动。了解他一定会颠覆大家的想象，难道上流的尽头是下流？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1953年1月20日出生的爱泼斯坦，作为美国亿万富翁，他的财富可以媲美比尔盖茨。爱泼斯坦长得风度翩翩，一表人才，算得上不得多得的钻石王老五。大家都知道他挣了很多钱，但是又不知道他的钱从哪里挣来的。爱泼斯坦表示自己是超级富豪的理财顾问。可以看到爱泼斯坦和很多富豪走得很近，比如安德鲁王子、比尔·克林顿，还有很多著名学子等等。1998年，爱泼斯坦耗资795万美元，买下美属维尔京群岛的私人岛屿小圣詹姆斯岛。罗利岛位于美属维尔京群岛，占地面积约30多万平方米，几百名未成年的孩子，男孩女孩都有，成为有权有势人物的玩物。吉斯莱恩·麦克斯韦是爱泼斯坦的前女友，她是牛津大学的高材生，非常智慧，非常幽默。作为女友的吉斯莱恩·麦克斯韦一直助纣为虐，帮助男朋友爱泼斯坦成立一个永俄传销组织。在西棕榈滩有几十所高中和初中，几千个孩子，还有一些私立学校，成为爱泼斯坦的猎艳场所。爱泼斯坦筛选的那些受害者，基本上是经济上有困难，或者受过永俄创伤，这些贫困女孩比较好控制。受害女孩卡罗琳从小就过得很艰辛，曾经离家出走和露宿街头，在遇见爱泼斯坦之前，已经受过永俄虐待。卡罗琳觉得自己的人生毫无乐趣，曾经自我怀疑，但是爱泼斯坦一直给卡罗琳画饼，承诺会给她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此后16岁的卡罗琳被爱泼斯坦身边的所有朋友租用，其中有政客和商人，个个都是有权有势、有头有脸的人物。17岁的时候，卡罗琳被引荐给40岁的安德鲁王子，先后3次和安德鲁王子拥俄。卡罗琳想着自己无权无势，如果逃跑闹事，警察也不会相信他，还会被爱泼斯坦报复。想跑不敢跑，卡罗琳越来越堕落。爱泼斯坦承诺，只要介绍一个女孩过来帮他按摩，就可以拿到200美元。于是卡罗琳把他身边的朋友都拉下水，为了挣更多的钱，然后逃离西棕榈滩这个地方。后来卡罗琳虽然结婚生子，成为5个孩子的母亲，但是这段不堪往事让她患上严重的抑郁症，需要长期服用药物。2023年5月，卡罗琳死于服用过量药物。女孩 B 只有14岁，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，她从小学习成绩优异，会吹小号，还是啦啦队的队长。读到8、9年级的时候，女孩 B 的妈妈染上地瘾，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她，女孩 B 只能住在朋友家里。经过朋友介绍，女孩 B 去了爱泼斯坦家里，年少无知的她以为只要帮爱泼斯坦按摩就能挣到200美元，但是按摩很快变成了永俄，女孩 B 失去母亲抚养，又需要经济来源，也是越陷越深。女孩 B 介绍了40、60个朋友去给爱泼斯坦按摩，每介绍一个人，她也能挣到200美元。她深知自己的做法是错误的，但是通过中介费，女孩子 B 才能养活自己。女孩 B 甚至觉得爱泼斯坦是自己的救命稻草，他救了我的命，我觉得很荣幸。对于那些怀孕的女孩子，
爱泼斯坦会对他们进行恐吓，逼他们去堕胎。他还表示，西棕榈滩所有医院他都有认识的医生。爱泼斯坦原本是个很聪明的人，高中的时候连跳2级，于1969年毕业。爱泼斯坦大学就读于库珀联盟学院，不知道为何，爱泼斯坦读了2年后就退学了。爱泼斯坦靠着伪造的学历进入了一所私立高中，担任老师。教书育人期间，爱泼斯坦认识了格林伯格的女儿，开始尝试到权势的捷径。1976年，格林伯格成为贝尔斯登公司的董事长。经过格林伯格的举荐，爱泼斯坦进入全球500强企业，全球领先的金融服务公司。很快，贝尔斯登公司的高管就发现爱泼斯坦的学历造假，但是因为他攀上了董事长的女儿，不仅没有被开除，职位还节节攀升。1982年，爱泼斯坦自立门户，成立爱泼斯坦财务管理公司，专门为身家10亿元以上的富豪提供金融服务。俗话说，男人有钱就变坏，爱泼斯坦有钱后开始了纸醉金迷的生活。据报道，特朗普曾经7次乘坐爱泼斯坦的私人飞机，克林顿的乘机次数更是高达26次。后来律师找到4-5个愿意合作的受害者，便向州检察官申请了逮捕令。2005年，爱泼斯坦被控组织永俄交易。2019年7月，爱泼斯坦因为组织永俄交易被捕。你能想到10几岁的萝莉少女要和比自己爸爸老的男人打俄罗斯方块，想想就觉得恶心。爱泼斯坦利用他的金钱和人脉，组建了一个很厉害的团队，其中有8名辩护律师，是全国最顶尖的辩护律师，比如弹劾克林顿的律师肯尼斯·史塔，南佛罗里达最好的辩护律师罗伊·布莱克等等。2019年8月10日，66岁的爱泼斯坦在曼哈顿下城监狱自杀。有报道，爱泼斯坦是用床单系住脖子自杀的。爱泼斯坦背后涉及的大人物太多，就在他自杀的前一天，所有狱友被调离，24小时监控离奇消失。更夸张的是，当日值守的狱警全部睡着了。有美国评论员表示，爱泼斯坦并没有死，可能还活着。有网友扒出，在监狱里自杀的爱泼斯坦，鼻子和耳朵和他本人不一样。2019年10月31日，每日秀主持人特雷弗·诺亚开玩笑地问希拉里：“你是怎么杀死杰弗里·爱泼斯坦？”希拉里听后哈哈大笑，表情意味深长，最后才矢口否认。2. 未成年萝莉只是最表面的东西。2024年1月，美国纽约南区法官洛雷塔·普雷斯卡曝光了爱泼斯坦萝莉岛名单，里面涉及到180多人。很多美国有权有势的大人物都榜上有名，比如克林顿夫妇、奥巴马夫妇、英国安德鲁王子、大卫·科波菲尔、霍金等等。最让人意外的是，名单里居然有霍金，特朗普是清白的。霍金作为著名的科学家，生前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，著有《时间简史》《果壳中的宇宙》。1963年，21岁的霍金患上肌肉萎缩性厕所硬化症，导致全身瘫痪。霍金全身上下唯一能动的地方只有2只眼睛和3根手指，但是不影响他的罗曼蒂史。1964年10月，霍金和第一任妻子简·瓦尔德结婚，先后育有2儿1女。霍金婚内出轨，爱上护士伊莲·梅森，选择同简·瓦尔德离婚，迎娶伊莲·梅森。后来霍金被伊莲·梅森抛弃，第一任妻子简·瓦尔德又回到他的身边，照顾霍金，直到他去世。那么霍金去萝莉岛干嘛？难道才华横溢多浪子？萝莉岛事件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恶劣。受害者兰瑟姆从他第一天上岛就被迫永俄，在他被永俄3次后，兰瑟姆试图离开萝莉岛，但是萝莉岛上到处都是监控，女孩想要逃离真的是插翅难飞。爱泼斯坦做的事情也是罄竹难书。萝莉岛上的女孩在她们16至18岁的时候，被富豪认为是永俄最好的年纪。
爱泼斯坦会在饭桌上哄骗女孩怀孕堕胎，从而取得女孩的胎盘，在女孩子最青春貌美的时候，利用她们的胎盘卖得一个好价钱，别等到她们人老珠黄的时候，也就没有价值了。那些富豪会争相出价，有人出100万美元，有人出500万美元，最终谁出的价格高，谁就能获得女孩的干细胞。为什么富豪争着要萝莉女孩？是因为少女的精血里面含有丰富的干细胞。自古以来，长生不老、青春永驻是很多有权有势富豪的梦想。其中干细胞是全人类生命的源泉，可以让你容光焕发，一下子年轻10几岁。还有那些生命垂危的富豪，干细胞就是他们的生命源泉。还记得45岁的美国富豪布莱恩·约翰逊吗？为了让自己永葆青春，不惜用17岁儿子的血浆给自己换血。疯狂砸钱的背后，让45岁的布莱恩·约翰逊拥有37岁的心脏、28岁的皮肤和肺活量，各项身体功能达到18岁的状态。可以说，爱泼斯坦做的事情真的是禽兽不如。通过前女友吉斯莱恩·麦克斯，先把未满18岁的萝莉通过高价按摩的借口拐骗到萝莉岛进行用讹。到他们16至18岁的时候，爱泼斯坦会通过各种方式让他们 DT， 从而提取胚胎的干细胞。干细胞可以延迟衰老，让人长寿，很多富豪纷纷出高价，从而获得少女胎盘的干细胞。当你看见一只蟑螂的时候，背后已经有无数只蟑螂。这是被曝光出来的，没有被曝光出来的，是不是还有什么少男岛、代孕岛之类的？萝莉岛事件让西方无数富豪形象崩塌，冠冕堂皇的背后尽是龌龊。爱泼斯坦的案件揭露了一个涉及性、权力滥用和司法不公的庞大网络，引发了全球性的愤慨和讨论。许多与他有联系的名人、政客和商界人士也因此受到审视。一些受害者继续追求正义，爱泼斯坦的财产也成为多起诉讼的对象。爱泼斯坦的故事是一个关于财富、权力和犯罪的复杂案例，反映了社会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。围绕他的讨论和调查仍在继续，对理解和预防类似事件具有重要意义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。再会。